先抓前往中国的货船当人质，然后分批消灭中国海军。印度海军将领这个设想是要穿越回去玩塔防游戏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对于印度陆军在中印边界的表现，印度海军某些人显然是瞧不上了。你们陆军这么多人，搞了这么多装备，还有这么大伤亡，所以呢，印度海军前任参谋长助理就是梅农也不甘寂寞，冲出来说该换他们海军出来活动了，海军一上场就不会有这么大损失，就不会失败。虽然嘴上不能明着怼陆军吧，说的是中国利用喜马拉雅山的地形优势对抗了勇猛的印度陆军，所以呢，他说海军也要出手，也要利用先进的武器和地理优势，把中国的崛起打掉，让陆军也瞧瞧。他说他的计划是呢，先对中国进行外交警告和最后通牒，如果中国不投降不认怂，那就利用印度在马六甲海峡西边尼科巴群岛的基地，还有美日印澳四方机制提供的全面监控能力，印度呢就要把通往中国的所有的货轮和油轮通通抓起来，关在尼科巴群岛。注意，他说的还不是中国的船，是所有开往中国的船。然后呢，印度最新型的 P-15B 就是那个什么维沙卡帕那个特南级那个军舰嘛，新驱逐舰，还有布拉姆斯反舰导弹就该发挥作用了。印度海军就利用这个驱逐舰，可以守着马六甲海峡等中国海军来救。而中国海军呢，他断定在南海已经被美国第7舰队压得喘不过气，马上澳大利亚核潜艇还要参加行动，这个马上一竿子捅到2040年去了。所以他认为中国海军照顾马六甲海峡的舰艇肯定会特别少。那么面对印度海军先进的 P-15级驱逐舰，中国军舰来的越多，伤亡就越严重。这将是第一次印度通过自己的战略实现对中国发展的遏制，然后马六甲海峡就是印度的天下了。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说法之后什么感受？我觉得呢，就好像是老式香港武侠动作片里边那个反派头脑制定了什么江湖阴谋的路数，一般念台词还得最后加一句天下我有，最后大笑3声。如果印度真要是扣押了全部开往中国的船只，你想那还用中国海军出手揍他吗？美国的关岛基地就要出手了，那么多船去中国拉货，那都是美国下单的呀，还要堵住中国的原油进口。中国要是没有原油，生产停顿，美国受得了吗？欧洲受得了吗？估计大家听完梅农的这些话都要当笑话。但是我听完之后呢，还是挺感慨的，就让我想起来，如果是30年前，真是像梅农拿出这么一招，我们可能真的还难以对付。因为那个时候印度海军确实比中国强，而且强很多。1991年，我们第一艘052B 驱逐舰下水，112号哈尔滨号嘛，那是中国第一艘能够拦截反舰导弹的舰艇，而且一次还只能拦截一个目标。我们拦截导弹的时候，射程还不超过7公里，就是引进的法国响尾蛇。后来有了引进的俄罗斯现代级，后来也有了我们的167、168，有了更好的防空火力，但是射程都不够。所以面对当年的印度海军，人家印度海军的舰载机发射反舰导弹，导弹的射程就100多公里，抗干扰能力还很强。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防空火力、反舰火力把对方纳入我们导弹的射程，那个可能性都没有。也就是052C 服役之后，解决了远程高空的防空问题。但是如果对方战斗机利用低空突防的话，我们实际有效防空半径也就30多公里。虽然可以同时拦截10多个亚音速目标，但如果来的是超音速导弹突防，生存能力一样堪忧。也就是后来红旗9B 导弹上舰之后，射程提高到了200多公里，能够实现更远距离压制，才能让印度航空兵没法舒舒服服对我们开火。而我们当时的反舰导弹因为设计的比较早嘛，抗干扰能力基本没有考虑，遇到对方抛射箔条制造的巨大雷达反射体，导弹就会上当，就会往箔条里钻。所以呢，被某部动画片开玩笑说捡大的打。这还都是细节问题啊，最主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印度海军落后，有维护不好等等问题，但是当年人家已经是一个完整作战体系了，我们还没有。我们只是水面舰艇防空反舰火力，最关键的一条，我们缺了航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海军真要出海作战容易吗？但是现在这些尴尬全都没了，
航母我们有了，体系完整程度我们超过印度了，技术细节我们对印度更是实现碾压了。这些具体怎么碾压已经说太多遍了，我们都不用再说。所以中国海军这30年发展是让梅农在内很多人没有看清楚、没有反应过来的。印度陆军刚刚给加勒万河谷阵亡的士兵立了一个纪念碑。如果梅农还是看不起印度陆军，同时又看不清中国海军的发展，那么这样的纪念碑要不要自己也给印度海军弄一个？好，关于印度海军将领为什么没有看懂中国海军现在的能力，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